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塞偏偏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部由苏基男主范迪塞尔主演的科幻动作片《喋血战士》。我们这主角叫他小白有点亏心啊，就叫他老范吧。老范是一名特种兵，现在他正在独自进行营救人质的任务。凭借过硬的个人能力和主角光环，老范用轻伤换来了恐怖分子的团灭，顺利救出了人质，甚至当晚还能回去和老婆来一发。没错，老范不光有车有房，业务能力强，还有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媳妇儿，肤白貌美，气质佳，邻居见了笑哈哈。咱们就叫他大波浪吧。一夜温存之后，老范独自从床上醒来，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不是说他感觉身体被掏空啊，是身边的老婆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两个神秘人悄悄摸进屋里。请问，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持枪歹徒和一个昨晚纵欲过度、手无寸铁甚至没穿袜子的秃头，哪个更厉害？那当然是没头发的厉害，光头加暴击啊！可老范虽然自己是个钢筋铁骨的好汉，但他老婆毕竟只是个普通人。老范赶紧跑出去找老婆，没想到刚出门就被迷晕了。等老范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人五花大绑扔在了肉联厂。老范大惊失色，没想到你们居然插我的身子，难道这一身苦练的疙瘩肉就要以35块8一斤的价格卖出去了？这时，一个自带 BGM 的男人晃着他的快活手闪亮登场。看到大了拖鞋穿袜子，羽绒服配裤衩子，一副骚气蓬勃的样子，我们叫他骚哥吧。这个骚哥貌似和影片开始的人质绑架案有关，他直奔主题，问老范是从哪得到的人质的消息，并且用老范的老婆大波浪消息。可老范不是不想说，而是真的不知道，他只是完成任务的执行层，这要问内幕消息，你得去找下达任务的决策层啊。骚哥寻思着，这秃头说的有道理啊，反手就用高压泵把大波浪爆了头。看到爱妻惨死，老范疯了一样威胁骚哥，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不然没你好果子吃。骚哥一向是个从谏如流的人，于是又一枪爆了老范的头，全剧当然没有中。老范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，失去了所有记忆，陷入了我是谁，我在哪，午饭吃什么的哲学拷问中。好在立马就有人来给他答疑解惑了。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重生科技公司的实验室，面前的眼镜哥就是实验室的总负责人，身边的辣妹算是眼镜哥的助手，就叫他小红吧。还没等眼镜哥说话，老范倒是先开了口，说我看过《钢铁侠3》，你就是里面的反派 BOSS， 后来死的老惨了。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给我注射绝缘病毒了？原来老范确实已经死了，他的遗体由美军提供给重生公司做实验，重生公司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实验，成功将他复活。重生公司和美军是合作关系，一直致力于制造超级士兵。可老范就算放到这些超级士兵里，也算是个异类。The hell, Doc? Holy shit. 原来眼镜哥已经将老范全身的血液都换成了纳米机器人，这些机器人不光能大幅增强他的战斗力，还能快速修复肢体损伤。只要隔一段时间回实验室给机器人充电，老范四舍五入就是拥有了不死之身。就他现在的身子骨老硬朗了，美国队长来了都能打个5-5开。老范却轻蔑一笑，倒不是说他不相信，主要是美国队长和谁打都是5-5开。 Eat shit. Eat shit. 眼镜哥带着老范来到了康复中心，见见他未来的同事们：辣妹小红、千里眼和金刚腿。小红在叙利亚被生化武器袭击，眼镜哥为他安装了人工呼吸器，代替被严重破坏的呼吸系统。小红因此百毒不侵。千里眼在战场上被炮弹打伤了眼睛，因祸得福被植入了电子眼，什么透视啊、望远啊都不在话下，满足他所有大胆的想法。金刚腿在伊拉克被炸弹炸断了双腿，眼镜哥就替他换了2条金刚腿。但是刚刚苏醒的老范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设定。换到是你一觉醒来，有人告诉你你就是末日铁拳，你被强化了，快去送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肯定和老范一样，怀疑自己起床的姿势不对，回去重睡。没想到老范半夜被噩梦惊醒，睡意全无，只好爬起来锻炼身体。这里虽然没有美国队长，但还有美国重重墙。美国的拆迁事业有救了，也许是老范拆迁的动静太大，小红居然也没睡。他看老范情绪低落，就送了老范1枚硬币，希望他能对新生活新工作有归属感。同志们，这1枚小小的硬币就是2个人革命友谊的见证啊！所以说硬币对于我们每个人真的很重要。没想到此时酒吧恰好放起了骚哥的那首专属 BGM， 老范听着音乐当场失控，居然恢复了全部记忆。杀妻之仇不共戴天，老范不顾眼镜哥的劝阻，当场就要出发寻仇。可是城市那么空，回忆那么重，老范又没有仇人的家庭住址，要去哪报仇呢？别急，接下来纳米机器人才要展示他真正牛叉的地方。老范不仅能够通过纳米机器人和实验室远程联系，还能征用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，随时随地入侵各种数据库。纳米机器人还大大强化了老范的大脑，什么从零开始的 C++ 生活，什么量子力学从入门到入土，全都信手拈来，1分钟内学会开火箭不是梦。老范驾驶私人飞机连夜空降匈牙利，但骚哥那边显然也接到了消息，在保镖的保护下紧急跑路。老范体内的纳米机器人能够轻易入侵汽车厂商的数据库，对全程车辆进行实时定位，瞬间找到骚哥，堵在了骚哥的必经之路上。
骚哥赶紧打了个电话，向一个满脸胡子的大汉求助，此人就叫胡子叔吧。显然骚哥知道老范被改造来追杀他的事，也事先做好了准备。但是先前所有迹象都表明，这是一场临时起义的复仇。骚哥又是咋知道的呢？别急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只见老范闲庭信步，提枪就射，然后就被保镖干掉了。老范肯定不会轻易狗带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面粉丝带，咱们村口见。骚哥大惊失色，哪里还有当初的骚劲儿，只能不停的求饶，说老范被眼镜哥骗了，他可以帮老范找回真正的自己。可老范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啥也听不进去，直接把骚哥爆了头。大仇得报，但老范工作没了，老婆也没了，他已经一无所有，只能回重生科技报道。主要是出门匆忙没带充电宝，得回去给纳米机器人充电。看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就是一部单纯不做作的爆米花套路爽片？别急，翻转来了。老范正在实验台上充着电，金刚腿突然拿着控制面板闯了进来，随手按了一个按钮，实验台上的老范就动不了了。原来老范只是重生公司的工具人，他的老婆大波浪根本没死，从执行解救人质的任务到老婆被仇人杀害，这段记忆全都是假的。从重生后和新同事们见面，到无意间听到仇人专属 BGM， 甚至连眼镜哥的阻拦也都是精心策划的表演，为的就是让老范踏上复仇之路。眼镜哥通过修改记忆中的细节，给老范的仇人换脸，而那些所谓的杀妻仇人，其实都是重生公司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可是老范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？随着金刚腿啵的一声按下按钮，老范的记忆再次归零。等他醒来之后，又会变成背负仇恨的工具人。眼镜哥已经用这种方法解决了5个绊脚石，而给老范安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和骚哥通话的胡子叔。亲眼目睹老范被一次次利用，重生公司的员工们多少都有些不满，小红也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。眼镜哥只好出面安抚众人的情绪，说这次是最后一回了，利用完老范就让他彻底退休。这话说的，活像个戏台上的老武生，身上插满了 flag。果不其然 ，flag 立马就应验了。眼镜哥原本以为这又会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战斗，没想到老范刚到大门口就被放倒。作为重生科技最强的战士，老范肯定不会这么战五渣，他其实是玩了一手特洛伊木马的伎俩，利用反派永远不补到定理，假装被打晕，顺势混入胡子叔的老巢。可胡子叔这样的老江湖，怎么会没点准备呢？骚哥已经用生命证明硬来是行不通的。胡子叔为了对付老范，特意请到了程序员中的王者小黑，准备了一台电磁脉冲器，一旦开启，老范当场就要嗝屁。可没想到百忧昏迷的老范突然苏醒，凭借惊人的单兵作战能力，抢在脉冲器充能完毕前，给胡子叔开了脑洞。眼镜哥见状，一个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然后又提回了嗓子眼，因为另一个人突然按下了脉冲器的按钮，一瞬间全程拉闸。怎么回事？没错，按下按钮的人就是小黑。其实小黑并不是心甘情愿为胡子叔做事，而是被胡子叔奴役在小黑屋里。他一直在想方设法逃出去，正巧赶上老范上门寻仇，索性顺水推舟，让老范解决胡子叔，再帮老范解除眼镜哥的控制，省得眼镜哥再被杀出来杀他灭口，实现了双赢。没有了眼镜哥的掌控，在小黑的帮助下，老范也慢慢明白了真相，取回了真实的记忆。只要老范不主动触发纳米机器人，眼镜哥就无法重新控制他。两人一拍即合，老范给小黑留了一部分纳米机器人，争取逆向破解其中的奥秘，而他自己则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那就是找老婆。俗话说小别胜新婚，老范早已像脱了缰的我家小宝一样迫不及待。可老范还是把重生公司想简单了，没有纳米机器人定位，他们还有私人卫星。眼镜哥派出金刚腿和千里眼前去捉拿老范。老范兴冲冲地赶到大波浪家里，就要旧情复燃，上演电视台不让播的内容。可大波浪道出实情，却让这位猛男退缩了。原来老范早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，而如今大波浪早已嫁为人妇，成了2个孩子的妈。不乱扔回忆，不随地哭泣，因为生活不会给你悲伤的余地。老范叙旧的功夫，金刚腿和千里眼已经拍马杀到，俩人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千里眼的无人机监控辅助，金刚腿展开追击，一时间领着老范满街跑。好在老范技高一筹，利用卡车压断了金刚腿的金刚腿，可他还是被千里眼钻了空子。这次充分利用了肌肉男擦不了屁股摸不着后背的弱点，将链接匕首刺进了老范的后背，重新建立了纳米机器人的连接。老范当场拉闸击击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会被带回重生科技，删除记忆，做回他的工具人。然而只为实力目睹一切的小红不干了，他早就对眼镜哥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，不愿在这条邪路上渐行渐远。眼镜哥这种高智商的反派，早就给这些重生战士们下了双保险，只要他啵的一声按下按钮，就能让小红无法复吸。眼镜哥显然深谙 PUA 的套路，知道征服一个人就得装着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的样子，逼他做最不应做的事。不信你们想想看，寒假作业上还印着寒假快乐呢，你们做作业的时候快乐吗？于是小红迫于眼镜哥的淫威，不得不亲自出马抓捕小黑。小红表面上和保镖们大打出手，其实在暗中和小黑达成合作，要齐心合力破坏眼镜哥的计划。而眼镜哥这边还是没有放弃控制老范，他在老范的脑海深处和他对话，大致意思是说，我逼你写作业，不是我清除你的记忆，都是为你好啊，看似是在利用你，其实是让你做自己，你就是个天生的杀人机器，每天在复仇后的满足中沉睡，在仇恨中醒来，多么让人羡慕啊！
眼镜哥可太不聊天了，老范十分感动，然后表示老子要弄死你，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。眼镜哥再次行动程序，打算清除老范的记忆，没想到小红偷偷潜入控制室，植入了小黑准备的木马病毒，轻易篡改了记忆植入程序，唤醒了老范真正的自我意识。眼镜哥恼羞成怒，当场就嘣的一声按按钮，让小红窒息。没想到小红也早有准备，让小黑在他的呼吸系统内建立了防火墙，彻底隔绝了眼镜哥的控制。小红在烟雾弹的掩护下逃出控制室，还顺手炸掉了成熟科技的服务器。这下再也没人能控制老范了，一头杀人凶手就此苏醒。而另一边，千里眼和金刚腿也获得了全新装备，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。金刚腿在 Megalobox 同款外国的加持下如虎添翼，这下他不仅有了金刚腿，还有了麒麟臂，和老范打得你来我往。千里眼也顺势加入战场，一时间老范居然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。关键时刻，金刚腿出了昏招，他故意踩踏电梯，企图摔死老范，没想到痛击友军，不光把千里眼给摔死了，还给老范制造了反击的机会。就准备独自跑路，但是老范又岂会放他离开，将金刚腿的麒麟臂当做炮弹，直接打烂了眼镜哥的车。眼镜哥仗着他是唯一能够修复老范的人，掏出榴弹炮冲老范痛下杀手，但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老范的能力。帅归帅，大老范强行透支纳米机器人的能力，他还能从这场爆炸中活下来吗？嗨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范柴油啥时候在电影里领过便当？老范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正完好无损的躺在一辆陌生的房车里。原来小黑只用了半天时间，不仅破解了纳米机器人的工作原理，他还解决了困扰老范的续航问题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用每天充电了。最后，美女野兽在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尽管剧情非常套路，但是作为一部爆米花软科幻动作片，在视效场面和特效上的完成度颇高，几场打戏都相当令人震撼，能够充分满足目标观众的需求。拿4000多万的投资拍成这样，也算是基本合格了。可作为一部系列宇宙的开篇之作，这部《喋血战士》就有些不够看了。没错，大家听过漫威和 DC， 可能没怎么接触过一部名叫勇士漫画的公司，旗下也有数百名超级英雄，大部分都有自己专属的漫画 IP， 在欧美国家的影响力一度压过漫威。《喋血战士》正是改编自勇士漫画旗下的同名漫画，原本才将作为影视宇宙第一阶段开篇，拉开影视宇宙的大幕。然而《喋血战士》在影片整体质量上就比常规超人电影差了口气，选角也不够惊艳，再加上同时时期全球影院集体歇业，导致《喋血战士》的全球总票房还不到3000万，连4500万的预算都收不回来，勇士宇宙恐怕就此胎死腹中。其实排除其他干扰因素，我觉得《喋血战士》口碑的扑街，还是因为老范这个角色完美的有些脸谱化，演员的表演也过于僵硬。反观隔壁漫威宇宙的开篇作《钢铁侠》，主角托尼斯塔克一登场就一身臭毛病，为人傲慢狂妄，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军火贩。在这种坏坏的男人身上，总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。再加上小萝卜的唐尼与托尼斯塔克惊人的契合度，瞬间就吸引了大批粉丝。后来通过3部个人电影、1部美队、4部复联，他慢慢从一个自私自利的资本家，化身为了所爱的人牺牲自我的殉道者，这才让那句爱你3000遍火遍全球，让那句我是钢铁侠征服了每一个观众的泪腺。可以说，小萝卜特唐尼将自己演成了钢铁侠，而范柴油呢，他把所有的光头都演成了他自己。不信我就问问你们，谁能说出他在《速度与激情》《极限特工》《星际传奇》这些片子里饰演的男主角的名字吗？不去百度的话，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得起来吧。范柴油的文戏更是一场灾难，人如其名，又柴又油，只有呆若木鸡、龇牙咧嘴和迷之微笑3种形态，哪怕是巨石强森都比他的面部表情丰富。范柴油出演传统好莱坞式硬汉勉强够用，可要充当点宇宙的台柱子，那就像他在电影里打爆的承重墙一样难看大用了。不过这部电影倒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再牛叉的人体改造都治不好秃头，秃头才是人类史上头号难题，所以咱们还是早睡早起，注意养生吧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